前情提要：上期视频我们讲述了艾格文的消失，以及矮人们三锤之战的故事。本期的故事会由3个章节组成，分别是科赞的解放、暴风城与豺狼人战争、最后的守护者。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地精。地精在游戏中的首次登场是在《魔兽争霸2》中，而关于这个种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守护者尚未衰落的时期。在那时，守护者米米尔龙发现了一种名叫卡亚的矿石，他在多个种族身上进行实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智力。关于卡亚矿石的来历，游戏中并没有介绍，所以大家不用太在意为什么在奇幻世界中矿石能够提高智力，魔兽中连坦克、飞机、高达都有，所以这种事情也不足为奇。话说，米米尔龙的一些实验对象是生活在奥杜尔附近的某个矮小原始种族，在使用了卡亚矿石后，这些生物变得极为聪慧，并且具有旺盛的繁殖力。这个种族后来被称作地精。还记得我在第9期的视频中曾提到过地精。上古之战时期，奈萨里奥在地精工匠的帮助下创造了恶魔之魂。另外，我不记得是哪位深渊无眠者曾说过，他们记得地精是如何被创造的，这可能是在暗示地精与上古之神有些许的关联。不过，也可能是他们目睹了米米尔龙给地精做实验的过程。后来，在上古之战的末尾，大分裂引发了灾难，切断了地精们的卡亚矿石补给线。在短短几代之后，他们的智力水平便大不如前。慢慢的，这些在科赞岛上定居的地精早就忘了卡亚矿石在他们古老的社会中所扮演过的重要角色。在大分裂发生后，赞达拉部族开始探索卡里姆多和东部王国之间的未知海域。他们发现了星罗棋布的无数座岛屿，其中就包括科赞以及岛上的地精。这些矮小的绿皮生物天生聪明，但却粗陋野蛮。起初，2个种族都对彼此保持距离。赞达拉巨魔此行正是为了寻找卡亚矿石。他们发现，在吸入了气化的卡亚矿石后，会产生各种效果，比如感官增强、产生幻觉、提高智力等等。巨魔们将这种矿石视作珍宝，把它看作是仪式和祭祀活动中神圣的一环。题外话，如果你还在玩魔兽，你会在祖达萨的地图上发现卡亚矿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赞达拉会知道关于卡亚矿石的事。几百年来，巨魔在岛屿地表上大量的开采卡亚矿脉，有时他们还会雇地精为自己工作。尽管报酬只是闪亮而廉价的饰品，但是地精却对这些小玩意爱不释手。然而，当巨魔发现在地下深处埋藏着取之不尽的卡亚矿藏时，先前的和平局面就此被打破。巨魔们不愿意亲自动手挖掘，他们便奴役了当地的地精，迫使他们到地下深处挖矿作业。在之后的1000年岁月里，地精在巨魔的残酷压迫下饱受磨难。想不到最后拯救地精的竟是卡亚矿石。时间来到了黑暗之门开启前100年，由于矿井里总是弥漫着卡亚尘烟，常年吸入大量尘烟的地精变得越发聪明且狡诈。他们在私下密谋推翻奴隶主的镇压，利用他们找到的矿物制作出陷阱、炸药和其他匠心独具的武器。当地精从矿洞里蜂拥而出时，他们手握极为先进的武器，这令巨魔监工猝不及防。此时地精的科技水平已远在赞达拉氏族之上。这场起义粉碎了巨魔对科赞的统治，幸免遇难的赞达拉巨魔落荒而逃。地精们则以大打出手的方式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解放，其目的是为了争夺权势。在这场混乱中形成了无数的阵营与派别，其中最强大的组织被称作财阀。由于彼此之间势均力敌，胜负难断，这些财阀只得暂时达成和解。然而在各个地精阵营之间，冲突从未真正消除过。在往后的数十年内，他们在经济领域展开较量，财阀们选择用贸易来实现自给自足，从中获取利润，壮大自己的财富与力量。其实关于地精这个种族还有很多可以聊的，说它是魔兽里的搞笑担当一点都不过分。今天我们只稍微扩展一下，说说地精的亚种分支。地精有3个亚种，分别是大地精、海地精以及僵尸地精。大地精是地精受到不当使用的炼金术影响，使它们的体型变得更大更强壮，但智力却变得更为笨拙。地精新手村任务和种族特长的大胖就是典型的大地精。海地精是由霍巴特钩锤创造的一种水生地精，最早在大地的裂变中登场，它们出现在瓦斯奇尔。在 8.2 版本中，它们又出现在纳沙塔尔。
为了反抗那迦，海地精与海巨人、龙虾人组成了破料者。僵尸地精原本是失落群岛的地精，他们被当地的比格米人吸取了生命，而变为了僵尸地精。关于失落群岛上为什么会有比格米人，这是因为比格米人与地精有着未知的共同祖先，在游戏中他们只存在于失落群岛和奥丹姆。好了，介绍完地精及其分支，我们把视野拉回到人类王国这边。黑暗之门开启前75年，在东部王国广阔的大地上，各个人类王国竞相发展壮大。在这些王国中，规模最小且最与世隔绝的便是暴风城。多年来，他凭借这片肥沃的土地，使得整个王国的农耕经济日益繁荣。随着暴风城人口的不断增加，附近的艾尔文森林、赤棘山、阳光树林和西部荒野中出现了若干小型城镇。虽然这些地区相对平静，但随着一群行径凶残而头脑简单的豺狼人的出现，打破了暴风王国的平静。天性残忍的豺狼人对暴风城附近的车队、农场甚至是小城镇发动突袭。为此，暴风城派出英勇的骑士和士兵在领地内展开巡查，以保卫他们的领地。一时间，暴风城成为了供流落他乡的难民栖身的庇护之所。这座防御森严的核心之城为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安全，更重要的是精神指引。数十年来，圣光教会的虔诚牧师们多次从洛丹伦向南进发，四处传播他们的信仰。在抵达暴风城后，信徒们成立了北郡牧师圣教团，而这些牧师也为处在困难时期的王国提供了赖以依靠的智慧和慰藉。这群虔诚的牧师用圣光之力安抚暴风城公民的心神。与此同时，军队则在王国的边境展开巡防，在他们的高度戒备下，王国的边陲领土得到了控制。但豺狼人的威胁却仍未消除。在拜拉瑟恩、乌瑞恩王国的统治时期，豺狼人的威胁渐渐变得难以控制，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进攻暴风城。更糟糕的是，人类很快就发现这些突袭只是调虎离山计。在士兵回防暴风城时，西部荒野的农场上燃起了大火。因为进攻主城的豺狼人为数众多，军队分身乏术，无力保护城外的农田。要说这头脑简单的豺狼人怎么突然会使用战术了，这都要归功于赤棘山豺狼人部族狡诈的首领族长恶齿。他历经多年征战，统一了附近地区的豺狼人势力。如今，他手握强大的豺狼人大军，并对战术运用自如。在他领导下，只用了短短1年的时间，豺狼人便洗劫了暴风城外1/3的人类聚居点。拜拉瑟恩国王派出使者向洛丹伦、吉尔尼斯和其他人类王国求援，但却没有一个王国愿意伸出援手，只因为他们认为帮助一个势单力弱的乡野国度脱困与己无益。而暴风城向来自给自足，与其他王国少有贸易往来。面对如此局势，暴风城的人类只能独立抗敌。其他王国的冷漠态度激怒了拜拉瑟恩国王，他决心亲自解决眼前的威胁。既然豺狼人使用了卑鄙的战术，拜拉瑟恩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国王亲率一队精英骑士在夜幕笼罩下离城而去，等待着豺狼人对城墙发起下一波攻势。当豺狼人突击暴风城时，国王与他的骑士随即采取行动，策马扬鞭奔赴赤棘山恶齿的巢穴。原来国王在之前的战斗中了解到，通常恶齿会派出全部兵力，而自己却独自坐镇后方。此时的豺狼人大军倾巢而出，赤棘山后方空虚，正是进攻的大好时机。拜拉瑟恩的战队与恶齿及其护卫队激战了1天1夜，最后国王亲手用利刃割断了恶齿的脖子。随他作战的骑士有一半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其余的幸存者也不同程度地负了伤。但拜拉瑟恩总算终结了恶齿的统治，而当其他豺狼人听闻首领战死的消息后，竟开始自相残杀。几位候选人对族长之位展开了血腥争夺，可他们谁都无法与恶齿的狡诈相提并论。内战使得豺狼人的数量锐减，再也无法对人类领地构成威胁。拜拉瑟恩国王趁此机会集结士兵，率大军攻上赤棘山，将豺狼人的残余兵力一举歼灭。尽管还有少数豺狼人继续生活在这片地区，但他们再也无法对暴风城构成威胁了。为了纪念国王在这场战争中的英勇无畏，拜拉瑟恩乌瑞恩国王被人们称为阿达曼特，也被称为磐石，成为了备受族人赞誉的大英雄。暴风王国也由此进入了辉煌繁荣的新时代。这场胜利使得暴风城的国民信心倍增，坚信没有其他人类王国的支援，他们都能解决出现的任何威胁。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暴风城与北方王国的关系变得越发疏远。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
暴风城中很快便会风云大作，继而使艾泽拉斯的命运发生彻底的改变。黑暗之门开启前45年，在与暴风城相距甚远的地方，提瑞斯法议会仍在派遣秘法会成员于世界各地追击守护者艾格文。此时，艾格文正躲在他位于苏拉玛古老遗迹深处的圣所之中，很少到外界露面。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偶尔观察提瑞斯法议会的动向。令他失望的是，如今的议会竟公然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在一次外出期间，艾格文遇到了涅拉斯·艾兰。关于艾兰，大家肯定都不陌生，70年代卡拉赞 BOSS 艾兰之乙就是这位。相信不少玩家都在门外听过他的那句著名的台词：“我要让你们知道，老狗也有几颗牙。”说在门外，是因为当时不少人都用卡门 bug 去打的这个 BOSS。那么他和卡拉赞有什么联系呢？请接着往下看。眼下，涅拉斯是秘法会最冷酷无情的追猎者。自从他遇见艾格文后，他便数月如一日地追踪着守护者的踪迹，利用魔法生物消除他的魔法之力，一次又一次阻止他逃脱的企图。而涅拉斯和艾格文之间的追击战，慢慢变成了意志与智慧的较量。双方熟知彼此的优势弱点，竟打得难分高下。上期我们讲过，秘法会是专门研究如何针对守护者的。若要问他是如何与艾格文打得难分高下的，除了他有着极高的魔法天赋外，还很可能是他会极短 CD 的法术反制技能，又或者是他有10张这样的手牌。话说回来，就在二人争斗的过程中，艾格文意外地发现，涅拉斯居然也对提瑞斯法议会心存疑虑。他不仅对议会的政治阴谋了解得一清二楚，更是对此感到深恶痛绝。同时，涅拉斯也意识到，艾格文并不像议会对外宣称的那般叛逆不忠。当他渐渐看清这位守护者的真实动机后，对他的境遇心生怜悯。由于二人经常进行法术上的较量，涅拉斯还感觉到艾格文正与潜藏在灵魂深处的黑暗力量抗争着。虽然涅拉斯是一位卓绝的法师，但他也看不出这股黑暗力量的来源。于是，涅拉斯放下武器，停止了对他的追击，希望能够帮助艾格文战胜他内心的挣扎。没过多久，爱情的花朵在这两位昔日的敌人心中冉冉绽放。他们决定携手对抗议会，让守护者不再受到议会的摆布。艾格文深知自己无法将守护者之职长久地担任下去，他向涅拉斯道出了自己的计划。他们将生下一个孩子，由他来继承艾格文的提瑞斯法之力。只有这样，才能出现一位不受议会制约的新任守护者。以上这一段其实是暴雪吃书了，与游戏中最后的守护者记载完全不同。书中写道，艾格文引诱了涅拉斯，并怀上了他的孩子。编年史这么修改的原因，大概是觉得艾格文诱惑这位法师有些不妥，所以才改成了现在这样。再说回编年史中，涅拉斯欣然接受了艾格文的计划，将此视作是对艾格文的救赎。他认为，若是他无法凭借自身消除体内的黑暗力量，那么也许他们的后代能令他放下所有肩负的重担。后来，艾格文诞下一名男婴，将他命名为麦迪文。这个名字在高等精灵语中是秘密守护者的意思。还在婴儿时期的麦迪文便已对魔法表现出了惊人的亲和力，他完美的继承了双亲的魔法天赋。艾格文将他的力量封存进男孩的灵魂，只是这股力量要等到麦迪文成年时才会为他所用。然而萨格拉斯蛰伏的灵魂却早已潜藏到麦迪文的灵魂中。原来魔王早在艾格文怀孕之时就潜入了他腹中的婴孩体内，而他对此浑然不知。为了寻找到一个能够安全抚养麦迪文长大的场所，艾格文和涅拉斯找遍了天涯海角，他们最终选择在暴风城定居下来。之所以定居在这里，不仅因为这里地处偏僻，还因为暴风王国与达拉然及北方王国罕有来往。在那里，涅拉斯成为了暴风城皇家宫廷的御用法师。眼见儿子的未来有了保障，艾格文便将麦迪文交给了涅拉斯照料，并由涅拉斯向麦迪文传授魔法知识，直到他能担当起守护者的职责为止。随后，艾格文离开了暴风城，至此，他终于卸下了守护者的重担。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艾格文承受了太多太多，他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里，只在远处默默守望着他挚爱的儿子。由于涅拉斯担任起皇家法师的要职，年轻的麦迪文也成了宫廷中的一员。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有2个关系密切的贵族玩伴，他们分别是拥有阿拉西血统的安杜因·洛萨和暴风城的王子莱恩·乌瑞恩。虽然他们3人生性顽皮，喜欢恶作剧，但还是受到了王国民众的爱戴。在这里，许多第一次看编年史的朋友，或许跟我一样会有个疑问：为什么有阿拉西血脉的安杜因·洛萨不是暴风城王国的国王呢？在编年史《阿拉索的分裂》这一章节中写道，索拉丁的后代在那片土地上定居下来，建立了暴风王国。
这一段是发生在黑暗之门开启前1200年，而之后编年史未曾描述暴风王国的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只能做出以下这几种假设：一、王国最初是阿拉西血脉统治的，后来某一任的国王是女王，她的丈夫姓乌瑞恩，他们后代统治的王朝也更名为乌瑞恩王朝。二、乌瑞恩家族是当初法蒂尔南下结识的豪绅，他们一同建立起了暴风王国并治理王国，后来权力慢慢更迭到了乌瑞恩家族手中。三、乌瑞恩家族从洛萨家族手里取得了王国的统治权，乌瑞恩的祖先是王国中的重臣，洛萨家族年幼的皇子继位，需大臣摄政，最后王国的统治权旁落到了乌瑞恩家族手中。从目前乌瑞恩和洛萨的关系来看，可能性似乎不大。顺带一提，在魔兽电影的设定中，莱恩国王的妻子塔利亚是洛萨的妹妹，而在游戏和编年史中没有明确说明这三人的关系，虽然是电影中的设定，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以上这些观点，你最支持哪一个呢？或者你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留下你的评论。说回编年史中，麦迪文十分珍视与安都因和莱恩的友谊，常与他们在一起玩闹，从而避开涅拉斯严格的管教。尽管麦迪文有着傲人的魔法天赋，但他的父亲却很少称赞麦迪文。比起父亲的身份，涅拉斯更像是一位冷漠而沉闷的导师。他一心想让儿子取得更大的成就，最后他终于坦白了对麦迪文如此严苛的原因。他给儿子讲述了提瑞斯法议会、守护者的传承以及麦迪文自身的血脉秘密。涅拉斯宣称，你终有一日会成为新的守护者，整个世界的命运都会落在你的肩上。而复杂的身世与沉重的学业却将麦迪文压得喘不过气。当这名男孩到达法定年龄时，与日俱增的压力终于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他14岁生日前夜，令人窒闷的重压唤醒了麦迪文体内休眠的守护者之力。高烧不退的麦迪文在噩梦中饱受折磨，体内的守护者能量喷薄欲出。而涅拉斯不顾一切地想要帮助自己的儿子，可惊人的力量却冲破了麦迪文躯体的束缚，杀死了他的父亲。在那之后，少年陷入深度昏迷，在挚友安都因与莱恩的守护下，麦迪文交给了北郡修道院中的牧师轮流照料。关于这段故事，我在国外的网站还看到有另外一个版本，还是高烧的麦迪文在噩梦中饱受折磨，体内的守护者能量喷薄欲出，这股能量穿越了星界位面，惊动了北郡修道院的牧师。牧师们火速赶到了暴风要塞，涅拉斯与上百个牧师联手，才抑制住了能量的爆发。这种情况在持续了数日后突然消失，麦迪文陷入了沉睡。这时他的父亲却因劳累过度而倒地身亡。而至于死后的涅拉斯，也就是艾兰之影，是如何被困在卡拉站的，官方却没有给出详细解释。有说法称，在涅拉斯死后多年，受某股黑暗能量的影响，他才以幽灵的姿态出现在卡拉站的高塔中。至于这股黑暗能量是否就是萨格拉斯的邪恶灵魂，也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再说回编年史中，麦迪文就这样不省人事地躺了许多年，而当他终于醒来时，他发现周围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莱恩成为了他父亲拜拉瑟恩的继任者，当上了暴风城的国王，而安都因洛萨则以骑士的身份在暴风城军中效力。随着麦迪文对新生活的逐渐适应，他发现自己指尖流淌着强大的魔法力量，并决定用它来守护这个世界，让他免于遭到邪恶力量的侵犯。尽管他诡异地昏迷了许多年，但是在他醒来后却毫无异样。然而麦迪文本人并不知道，萨格拉斯仍旧潜藏在他的灵魂深处，悄无声息地扭曲着麦迪文的思想与行动。在费尽心机之后，这位堕落的太太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帮助燃烧军团对艾泽拉斯发起新人入侵的完美工具。第一卷的最后章节名为《最后的守护者》，与小说《最后的守护者》同名。编年史中这一段的描写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一个序章或者前传，同时也为魔兽的核心故事正式拉开了序幕。好了，编年史的第一卷终于讲完了，但魔兽的故事才刚讲了个开头。我从18年10月13日发布了编年史第1期视频，到现在经历了快10个月，才把第一卷按我的方式给重新演绎了一遍。回看过去这些视频，难免有一些疏漏与不足之处。未来我会将第一卷中之前没有提到的设定内容做一期视频，并将所有内容整合成最佳观看体验的整合视频。其实关于这个，我完全可以是把之前发过的视频再重发一次，弄一个总集篇，但这样总觉得太偷懒，违背了我做视频的初心。且之前那些视频里有些 bug 也需要改一改，算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另外，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也说过，我是一个全职 UP， 目前的状况是我付出了大量精力做视频，但是视频的数据却不那么理想，
当中的原因可能是魔兽的受众没有那么广了，也可能是因为我更新的太慢了。我自知好的视频是需要用大量的时间来打磨的，但是回报却很低，我不禁开始迷惑了。后来我慢慢的觉得我的视频可能更需要迎合市场，比如做一些当下火热的游戏，或者是更有趣味性一些的视频。所以再往后我可能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内容，题材不局限于魔兽，风格可能更多变一些。面临全新的挑战，能不能做好我不敢保证，但是我敢保证的是魔兽编年史的视频我不会断更。虽然第2卷的上线时间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我会尽快安排的。因为魔兽毕竟是我玩了快10年的游戏，是我的青春，也是大家的回忆。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是那句话，大家记得给我素质3连哦。我们下期再见。